等你就可以了。嗯。
力度可以吧？哎，你以前做过这样的洗头吗？好像没做过。剪头发的时候也可能会洗一下，嗯但是没有洗的这么解乏的那种，是吧？嗯感觉怎么样？我就挺喜欢洗头的。我自己在我们马路对面，我也办卡了。我有时候头痛啊，或者喝完酒第二天脑袋不舒服啊，我就去对面洗头。是这样子吗？对，他们对面也有，然后那个美发店，哦，然后现在他们也有洗头，我就去他们家办卡。有时候喝完酒第二天我脑袋不舒服，我就去他们家洗头，也是洗40分钟，还可以。上次一个男孩子给我洗的，我觉得洗的还挺好，我就办卡了。然后后来这一女的给我洗的，我就觉得没有男孩子洗的好。然后我们洗完这个头之后，然后再去理发店理发，他在洗那个头，就觉得特别难受了。那你今天咋想着来洗头呀？我今天就正好住到这边儿。你是在网上看到还是路过看到的？我在网上看这抖音。抖音看到的。南方这种洗头是比较常见的。前段时间去南方，但是没体验。四川、重庆那边多。对，但是最早是广东那边流行开的。上次我还看一个视频，就是也是这种洗的，他们拍视频嘛，然后那男的把2个胳肢窝伸出来，然后一直在那洗胳肢窝，哇，那视频播放量还挺高，然后我当时我一看，我还乐一下，就把手伸上来，然后用很多沫子啪啪啪就在那洗，我觉得拍视频的人也挺有才的。开这种店的不是很多。你是说洗头啊？洗头在北方相对来说它没有那么普及，说大家都养成这种习惯或者都知道啊，然后都定期养成这种生活习惯啊，就经常去洗头没有。南方都咸。对。尤其是云南最咸。云南是吧？你是不是在云南待过呀？前段时间去的，待了半个月吧。在云南哪？大理，主要就在大理待的。那边经济怎么样？云南那边经济还是可以的，而他们那边做买卖的都很随性。
我就想去云南，一直没去过。那边儿有一些地方还挺好。对他们说那个什么，腾冲挺好。啊，腾冲是靠那边境，腾冲、版纳那边儿没去，主要就在大理这儿，先去的昆明待了4、5天吧。你们是去玩吗？对，然后大理待了小半个月。大理那边儿，在那个蔚山古城那边儿，蔚山反正他们那儿也是一个刚开发的一个地方。他们那儿的做生意的，早晨10点之前都吃不着饭，没有人做饭。就是没有人卖早餐啊。 10点之前不开门，下午3点就都关了。然后再休息，然后到了晚饭再开。还有那种开几天自己又出去玩去。那挺好呀。那些一般那种都是外地在那开，在东北吃那边烧烤，但是每周2必出去露营，就不干。每周2我都不干。对，那挺好的呀，我觉得。生活节奏很慢，人都比较悠闲。我要不在北京，我就选择，要不去广东那边找个小镇上待，要不然就去云南。这是我这2个，就以后想去待的慢悠悠的那啥。那边广东那儿因为没去过，但是云南那儿节奏是真的慢，除了云南没有那样。因为这能养活自己。能。那你去那住宿，你是住民宿还是住那种旅馆或者是酒店什么的？住的民宿都是。住那住半个月？没有，在大理那儿是住了，大理那儿在蔚山住了不到1周。然后在大理那儿住了1周。不是高峰期，应该房费还行吧？这会儿房费一般就不超过300块钱。过年贵一点吧？那边过年不贵。是吧？冬天应该是他们的旺季。11月算小旺季吧，也不算大旺季。最好其实还是夏天最好一点，因为夏天它那边山上花儿之类的开的多，到冬天这会儿就少了。那边卖多肉的特别多，养多肉特别多。那边地上都长，就那种阴的，那种小巷子里头的地上都长多肉。我之前就老养多肉嘛，就买多肉，全是买云南那边直播的发货的什么的。然后那边有好多大厂，就是大的那种农业，就专门养多肉，应该很多。看他们直播啊什么的，特别漂亮。对，那边昆明那儿有一个中国最大的花卉市场。我去，那挺好。我喜欢那样的地方，我要去了，我就一周能去逛1次。你要说景色其实贵州要比云南好。但是气候人家那边好。贵州的气候也行。广西还行，相对来说没那么冷。就是贵州省，就是贵州，你要是。贵州省是哪个省啊？你看，我说贵州省，你们都就在云南上面，挨着云南。有个省叫贵州省啊？对。我没听说过。黄果树瀑布是。贵阳。贵阳不是贵州吗？贵阳是贵州的省会。对呀。贵州，给我绕晕了。他那边苗寨、千户苗寨什么。那边冬天也挺冷的，好不好？贵州。你说的是贵州吗？贵州，你看哪儿？它北部冷，但南部跟云南一样。是吗？可能贵州也挺大的，是。对。带山的地方相对来说可能气候会那啥冷一点吧。它是分界线的，过了那个黄果树瀑布以南，黔南、黔西南都很暖和，然后黔北、东北这边都很。那你是长期在北京吗？还是？我上班就在这边。上班就在这，环村啊。
不，离这儿挺远，那我还不知道那是哪，我才过来不久。啊，你才过来这边不久。几环你上班在？六环外。南六环吗？啊，对对，南六环。哦，那就这边呗，这边就南六环。南五环。那你住哪呀？平时住公司，现在那宿舍装了点东西，没法住，就出来了。那你没在北京之前，你在哪个城市？我一直在北京。一直在北京。之前我在顺义。哦，那你这从西跑到南，从南跑到北。就是从那边离职了，出去玩了1个多月。就去云南玩。主要云南、贵州、四川、重庆都去。那你去那边玩完之后，你没有一种我不想在北京待的感觉吗？哎呀，终究还是得回来嘛。其实除了景色，贵州无疑是最好的，而且美食非常非常多。对呀。吃不完。然后你要说生活就是生活感觉的话，云南稍微好点，其他的四川、重庆，因为重庆我没多待，那边当时不方便。但四川待的时间也很长，四川去了雅安、成都。我好像也去过雅安。那边我还去过甘孜。啊，对，路过甘孜。对，那我就去过。在那个甘孜，离甘孜边上，那属于雅安。叫什么？我去过那个，就是又经过雅孜和甘安，它那有个叫雅清寺的，听说过吗？没听说。我在婺源，但是不知道是这么个那一个县城里的在这儿，那个县城挺不错的。它就是在那种山上，从山上往下盖，一直盖到那个大渡河边上。还真是，其实好多地方都挺好。我现在就有一种不是特别想在北京待的感觉了，就想找一个特别慢的城市，然后开个小店，就是说白了就有客人能养活自己就够了，就那种很悠闲的待着。那边其实云南的话，做买卖还行。他们服务业现在也挺多的。但是旅游的多。什么？旅游的？对，旅游的比较多。但是四川的物价是真的高。真不高是吧？这四川的物价非常高。那你看你在哪个地段呗？就是整个四川省。物价多高啊？要比其他就是云贵川，就四川物价最高。为啥？因为我转了一圈嘛。人多吗？也不是人多，就你不知道为什么，他那边的物价就非常高。就是你吃住，尤其是生活开销这种吃了，还有生活必需水这些东西，物价都很高。四川，因为从云南开车回来嘛，在攀枝花待了2天，然后凉山待了1天，然后雅安待了3天，成都待了3天。四川也待了很久，他那边物价非常高。总体的感觉不如云南贵州。还是云南贵州觉得更好一点。他们可能就是有的地方是这样子的，你知道吧？就是出来打工的人多，然后挣着钱回家，所以导致那当地消费其实就不便宜。我感觉我们家就这样。可能是都在外出打工，所以都回家消费了。对。当地消费很高。你像我们家，我就觉得除了吃饭稍微会便宜一点，你要干别的，其他的都不便宜。那你说当地人才挣多少钱？其实就指着这帮打工的人回家消费了。你这过年回家唱个 KTV， 我跟你说，都跟北京差不多一个价了，跟北京这边量贩子都差不多一个价了。
您是哪的？湖南的呀。哦，湖南的。对。湖南那边儿不是挺好的，什么张家界呀什么什么。张家界离我们家远着呢，坐火车得，那会儿我们坐的火车去，慢的，12个小时。挺远的，离我们家很远。我们靠近广东这边。哦。张家界靠近，对，他们离那边远。像凤凰古城啊，离我们都挺远的。这玩意儿挺近。本来打算回来走那边，后来没走，回来走的四川。我四川的话就没路过了。骑电器出去玩玩挺好，北京是真没啥好玩的。我电器出去玩玩挺好，北京是真没啥好玩的。北京确实是不一样。北京也有好玩的，那普通人消费不起。那高消费的。北京真没啥好玩的，你稍微抬一下，往你稍微往低一丢丢，整个是啊可以。我开水了啊。这水这么热啊？还行，40度。现在可以了是吧？44度，调低一点，43、42。男的受不了这么热，男的一般40度就行，我喜欢43度的。这会可以了吧？可以。但是热一点解乏，冲着过瘾。
冲一下眼睛。眼睛？对，你可以尝试一下啊，挺舒服的。闭上眼睛就行。下巴微微抬高一点。烫不？不烫。有点舒服。
感觉像耳朵里还有没有水？耳朵？嗯。没有。没水了是吧？嗯。